在国内有超过300万人都选择了同一台车。这台车它目前的一个在售车型也是超过了30个版本，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它就是国民神车哈弗 H6。今天我们拿到这台车，它是第3代哈弗 H6的 2.0T 车型。因为这台车它已经在去年就上市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不讲太多变化，而去谈谈它的一个使用感受。我当时拿到这台车的时候，我真的是被它的这个颜色给吸引了。这个颜色是一个叫高阶灰的颜色，也是第3代哈弗 H6 新出的一个色彩，尤其是搭配它整个车身这种黑色的装饰，非常的有高级感，有没有？此外的话，它这个中网的话也是采用了比较特别的设计，它的这种中网的视觉效果就很像以前我们古代建筑的屋檐的感觉，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有内涵的一种设计。第3代哈弗 H6， 它现在的一个车身长度是超过了4.65米，然后车身宽度也是超过了1.88米，并且它还拥有一个2738毫米的一个超级长的轴距。这说明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了，需求的提升呢 ，H6 它的一个定位也在不断的提高。比较有意思的是，虽然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外观变化特别的大，但是在延续传统的一个风格上面，它的整个 C 柱这一块依然是延续了哈弗 H6 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风格。然后此外的话，它下面的一个轮胎现在是采用了一个19寸的一个轮胎，整个看起来还是特别有运动范儿的。还有一个比较受大家好评的地方，就是它尾部的这个贯通式的尾灯，现在长城也用上了，并且它在夜晚的一个点亮效果是真的不错。然后这台车呢是它的一个顶配的车型，它是拥有电动尾门这项配置的。后备箱的整个空间是没话说的，然后并且它在实用度上做的特别的好，上面有隔板，然后下方的这个储物的这个盖板的话，它也是可以进行上下层调节的，这样你放东西的话就会更加的有实用性。之前呢也有车评人分享过，说现在 H6 的一个内饰设计越来越像电动车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反正我整个使用下来，我是觉得它的这套内饰，包括它里面的配置的话，在智能科技方面是特别的好用。比如说它的这个中控大屏，你可以肉眼看到它是非常的细腻和清晰的，而且我操作起来是很顺滑的，我觉得跟我使用我的苹果手机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的。而且功能上的话它也很丰富，然后像我平时等个人的话，我也不会觉得无聊了。而且它现在的这套系统呢，它是支持一个 FOTA 整车的一个升级，就相较于以前的 OTA 升级，它不仅是可以去升级的软件，包括你的硬件，一些发动机的一些控制系统，它都是可以给你升级的。然后此外的话，就是它的这块仪表也完全是打破了我们以前那种仪表的一个样式，也是和中控屏一样，一块比较大的一个尺寸的一个屏幕立在这里，并且它的一个显示效果也是和中控屏一样非常清晰细腻的。前方的话，它还给你配备了一个 HUD 的抬头显示，这个抬头显示的功能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自己去调节。那目前我的话，它不仅是可以去显示我的车速、一些交通的信息，然后也可以导航的时候给我做一些道路的提醒这些。然后整个使用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一套系统是配合的非常好，然后使用感也是非常流畅的。关键是它还有一些小细节让我觉得非常的贴心，比如说它的这个无线充电的话，我把手机放上去充上电之后，它就会有一个铝声的提醒说正在充电，我现在再也不用勾着脑袋去看它到底充上电没有了。再到它的整个中控的这个区域，它这里是2个杯架，但是它其实是可以把它折叠起来的。然后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卡槽，你可以放一些高速公路的一些通行卡呀，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物品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放在这里面的。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很关心它的插电口在哪里，它其实是把它做在了整个下方靠着2侧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样的话你充电线再也不会搅在一起了。包括它现在换装了这种旋钮换挡之后，它下方的这个置物槽的一个空间是特别的大，我像一些包的话，我就可以随手就放在这里。这些细节的话，都让我觉得它真的是在为用户去设计的特别的贴心。后排的话，我其实做的不多，但是可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一个就是它整个空间表现，包括它座椅的这个长度，还有它整个靠背的一个舒适程度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它地板的话也是采用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设计，包括在配置上的话，像空调出风口、USB 这些实用性的配置都有，而且还有一个全景天窗。这些的话，对于一台家用 SUV， 我觉得整个表现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呢，我觉得它整台车也是有一些
小小的一些可以提升的方面，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全景天窗的这个遮阳板的话，它没有一键的启动，你必须要一直按着它才会打开。然后还有它副驾驶的话，它是只提供前后的一个座椅调节和靠背的调节，没有上下的调节。这样子的话，我想坐姿高一点或者低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比较的难受。但是它主驾的一个电动调节配置还是挺丰富的，然后并且它有座椅加热、座椅记忆、座椅按摩，主驾的配置是很高了。然后在其他配置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优化的一个空间。第3代的哈弗 H6 呢，它其实是基于柠檬平台打造的。我们这台车它是搭载的 2.0T 加7速湿式双离合的这样一套动力系统。那这台动力系统给我日常的一个驾驶感受，我是觉得它非常轻松的，不管是我在起步还是说我要去加速超车的时候，它都很轻松。这说明它的一个动力表现其实是比较充裕的。然后因为它这台发动机的一个最大马力是可以达到211匹，峰值扭矩也是有325牛米，并且它现在一个峰值扭矩的一个输出范围是更加广了，它可以从1400转到4000转都可以去输出它的一个峰值扭矩，所以说它能够给我很轻松，然后动力很强劲的一个感觉。它现在匹配的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是第2代，然后可以明显感觉到就是它的一个平顺度和响应的一个速度都是有所提升的。我整个下来的话，哪怕是比较激烈的一个驾驶情况下，它也没有出现什么顿挫的一个感觉。这台车呢，它是搭载了一套4驱系统的，所以说它在驾驶模式上也是可以提供普通、运动，然后还有雪地、越野等6种驾驶模式，基本上的话涵盖了我们日常用车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场景。此外的话，这台车它的尺寸因为是明显加大了嘛，所以说你在驾驶的时候，它也会给你那么一点点好像在开大车的一个感觉。然后并且因为它底盘调教的是有那么一点偏舒适、偏软的，所以说你在过一些比较大坑的情况下，它的车身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轻微的一个晃动，但是的话，你在转弯的时候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它车身的一个支撑性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整车是采用了超过70%的高强度钢，并且它高强度钢的强度是可以达到2000兆帕，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水平呢？基本上你在合资的同级别车型当中是找不出来这样一款车型的。也正是它这样一个安全性的基础，让它之前在一些中保研、中期研的碰撞测试当中都取得了非常优秀的一个表现。然后所以说在安全性方面，它这台车是非常高的，并且全系它是标配了6安全气囊。然后这在比如说同级别的 CS75 上面的话，它其实只有中高配车型它才有6气囊的，然后 H6 它是全系标配。我觉得这台车还不得不说的有它的 L2 级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像车道保持、车道居中、车道偏离预警这些它都有的。然后比较特别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过弯道的时候，它全车的影像系统都会启动，去帮我判断它的一个距离呀，包括周边的障碍物的这些情况。此外的话，就是它的整个的车道保持居中的话，它也会显示在 HUD 上面。我觉得整个一套的配合下来是非常好的。整体而言，我觉得第3代哈弗 H6它是一个非常有细节，然后非常贴心也很实用的一台家用 SUV。然后它在一些安全性上的高配置以及它的智能科技，也能够在日常驾驶中给我很强烈的一个信息。这台 2.0T 的车型呢，相比 1.5T， 它肯定在动态表现上会更加的好，尤其是4驱版本的话，它去通过一些比较困难的路况、比较野的路况的时候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而且这台顶配车型它的价格也不贵，现在才15万出头的一个样子。所以说，如果你想去选择一台家用 SUV， 那第3代哈弗 H6它一定值得出现在你的选项当中。